这个辐条它已经断掉，轮胎偏摆，刹车皮已经差不多磨光，造成这个轮框破裂，鼓起来之后就爆胎。欢迎来到阿宝频道，我是阿宝。今天又有一台脚踏车要修理了，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问题。这是一台通勤车，一般也有人说淑女车啦，跟一般的淑女车不太一样。一般淑女车后面可能是鼓刹的，前面是 C 夹刹车，但是这一台前后都是 V 刹的。这边有个建议，如果各位要买类似淑女车的话，可以问问看老板有没有前后都是 V 夹的，因为 V 夹的制动力比较好，刹车比较有力。一般淑女车的前刹 C 夹的那一种 C 夹非常没力，后面的鼓刹更没力。如果你真的都骑得很慢，那就没有差别。如果你会骑得稍微快一点，还是选择 V 夹的比较好。这边一些经验跟知识分享啦，跟这台车子没有关系。这台车子是完全不能骑的，后轮会卡住，大概情况是这样。转一下，它这个后轮会卡住，完全没办法骑。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什么问题。我们发现它这个辐条基本上已经断掉了，这边有断一根，这个地方有断另外一根。它应该是有断了2根辐条，这个轮胎偏摆就很严重，所以这一台车的情况就是因为这个辐条它已经断掉，造成轮胎偏摆，那个刹车皮它就没有办法对得很准，再加上刹车皮已经差不多磨光，已经几乎快要磨到铁了，所以它在刹车的时候跟这个轮框摩擦，造成这个轮框破裂，轮框裂了变形之后，它就抓不住这个外胎，然后再加上把气压打足，打到65 psi 的时候，整个就鼓起来，鼓起来之后就爆胎。像这种状况的话，是已经坏得相当严重了。今天我准备把它该换的零件把它换掉。第一个我们要换这个轮框，这个轮框已经坏得很厉害了。第一辐条断掉，第二框已经炸开了。再加上它都生锈了，所以我打算把整个后轮组都换掉。内胎已经爆了，不能用了。这个外胎也很久了，胎纹也非常浅，所以这个也不要了。刹车皮磨光了，我们今天也要顺便换刹车皮。我今天已经准备了一个后轮组，这个后轮组我是买全新的啦。轮组的花鼓采用的是钢珠，这个部分我有把它保养，然后把它换成比较高等级的铬钢珠。还有针对传统内外胎会有爆胎问题，所以这边我把这个轮组装上了这种实心胎。实心胎的好处就是免打气，不怕爆胎，但是它的缺点就是比较重。传统内外胎的好处就是它气压也可以打得比较足，你骑起来的话也可以比较省力。钢珠花鼓的保养，还有实心外胎的安装，我在前一个影片都有分享。刹车夹器如果没坏的话，买这样子刹车皮就可以了。你要看你原本的刹车是皮跟座可以分开，还是要皮连座。比较高级一点的，应该皮跟座是可以分开的。不过这一种便宜的车子，它一般都是皮跟座连在一起。我们现在要先把旧的轮组拆下来。V 夹的刹车，先把刹车松开。如果不会的话，我之前有教过 V 夹的影片，可以回去参考一下 V 夹刹车的影片。因为我这个是 V 夹的刹车，拆轮组的时候会相对比较方便。如果你是鼓刹的，就会稍微麻烦一点。关于鼓刹的部分，以前的影片也有分享过哦，有需要的可以去看，连结都放在资讯卡或者下面的说明栏。这种通勤车的后轮组，一般都是左右两边各一个15号的螺帽，把它卸下来，基本上就可以拿下来了。先把脚架拆下来。因为我这边后面有变速，如果卡住的话，这个后面的变速往后面这样子拉，它就可以起来。接下来这边也是一个重点，这个轮组上面有一个飞轮，这个飞轮我们要把它拆下来，移植到新的轮组上面。这一种的叫做锁牙式的飞轮，之前我有分享过卡式飞轮，影片的连结一样放在上方跟下方说明栏。锁牙式的飞轮它就是一整颗的一体成型的，卡式飞轮拆下来之后它可以一片一片分开。
拆卸飞轮的话，我们需要使用飞轮拆卸工具，中间有一根凸出来的是卡式飞轮使用的，这一颗是锁牙式飞轮，我们今天就用到这一颗工具。既然已经拆下来，我们顺便把飞轮清洁一下。飞轮清洁的方式，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喷 WD-40 或191，我们把这个布折成条状，然后伸到这个一片一片的缝隙里面，左右来回拉动。这样子清洁完之后，看起来是不是很干净了？我们现在来拆卸飞轮，麻烦各位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按赞、分享我的影片，也欢迎各位使用荧幕下方的超级感谢，给阿宝抖内一下，请阿宝喝杯饮料，这样子是对阿宝频道最好的支持与鼓励哦。这个工具就是要这样子套进去，使用6角的开口扳手，顺时针是锁紧，逆时针是松开，所以我们现在要逆时针旋转。如果你以前安装的时候没有上黄油，有可能会生锈卡得很紧，所以可以搭配铁锤来使用。特别是你的扳手如果太小只的话，我这一只还是超大只的扳手，都需要用到铁锤。逆时针旋转，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拆下来。拆下来的话，它就是这样子一整颗的，不会一片一片散开。那么这一个轮组跟内外胎它就寿终正寝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把飞轮装回去。如果你是变速车的话，飞轮要装在有套筒的那一边，就是这一根轴心这边会比较长的。最内侧这边有一圈外牙，我们要在这个外牙上面上黄油，免得以后如果你要拆的话拆不下来。黄油上多一点，免得它生锈。黄油上好之后，我们就把飞轮装上去。先把工具套在飞轮上面，转到手转不动之后，我们再用开口扳手来把它加压。一般卡式飞轮的盖子大概是40牛顿，这个的话就不确定，可能也是40牛顿吧。但是因为我没有这样子的扭力扳手，所以只好用体感的。锁紧基本上就 OK， 因为你骑的时候它齿轮是往前拉，所以它应该是不会松脱。把工具拿下来，这样子飞轮就装好了。我们转到另外一面，这边一样有一圈有牙的。如果你的淑女车是用鼓刹的话，这边就需要装刹车上去。因为我的使用是 V 夹，所以这边就不需要安装东西。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个轮组装上去。各位记得，如果你拆轮组之前，记得先把变速变到低速。安装的时候就固定安装在第一个齿盘，这样就会比较容易。我现在脚踏车是倒过来的状态，下面这一条链子对准第一个齿盘，后面这边腿往前推，然后中间这边往后推，这样子它就自然就会掉下来了。像这样子放到最下方，左右两侧都要确认一下，这样子就安装上去了。要锁螺帽之前别忘了上些黄油。锁的时候一样，两边平均出力，这边锁紧一点，再换另外一边锁紧一点，不要一次单边锁紧。由于我的停车架是站立式的那一种，所以需要接一个延长杆。如果没有接这个延长杆的话，停车架会卡到这个变速器。再把停车架装上去，两边螺帽再锁起来，记得一样要上黄油。脚架安装完的话，这个轮组的部分就安装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处理刹车的问题。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